打我都无所谓，他就是我老婆，就是每次动不动就打我妈，这个是真的要不得。我他妈60几岁了，你做个媳妇啊，再怎么不对，你说就说一下人，你都是打，每次都是打。这个男人叫王贵，他说就在3天前，妈妈被妻子殴打得全身是伤，连他也被打得鼻青脸肿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妻子为何会殴打婆婆呢？麻烦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。王贵说，妻子对妈妈动手已经不是1次2次了，之前每次动手妻子都会道歉，保证下次不会动手，然而总有下次，这次就更过分了。妻子打完人之后直接搬出去外面住，连道歉都没有了。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王贵决定去找妻子问个究竟。王贵妻子名叫柳依依，今年36岁，还依旧画着精致的妆容。她跟王贵站一起倒显得王贵高攀了。那么对于殴打婆婆的事，柳依依又该如何解释呢？柳依依表示，她根本没有殴打婆婆，那天是她跟丈夫因为一些小事起了冲突，婆婆怕儿子吃亏自己参与进来，混乱之下婆婆的伤从哪来的？刘依依表示根本不知情，反而是丈夫经常家暴她。面对妻子的指责，王贵也不甘示弱，立即反驳说，每次冲突都是妻子先动手，要说家暴那也是妻子的嫌疑最大，可既然维持了15年的婚姻，为什么还会矛盾不断呢？王贵表示，他和柳依依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，当初柳依依年轻漂亮个子高，条件比自己好一点，跟柳依依结婚之初，他成了朋友羡慕的对象，可后来高攀一词是他听得最多的话，对此他内心有些自卑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事情他都会让着柳依依，两人的感情还算恩爱。后来因为某些原因，他们分居了4年，夫妻之间的感情便是从这时开始产生裂痕，两人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争吵，每次争吵都是拳脚相向，而大部分矛盾的原因都是因为婆婆。让王贵无法释怀的是，老母亲做着环卫工人给家里补贴家用，可妻子却对母亲百般挑剔。而在柳依依眼里，每次都是婆婆先挑起矛盾。原来这些年里，柳依依跟婆婆关系一直不和，可作为家中调节剂的丈夫总是偏向自己的妈妈，让柳依依觉得她在这个家中没有任何地位，家里大小事情只会通知，根本不会跟她商量，也从不考虑她的感受。那么柳依依和婆婆的矛盾又从何而来呢？此时柳依依的妈妈无奈说出其中的原因，原来王家婆婆重男轻女思想太严重，王贵和柳依依一共生有3个女儿，其中1对是双胞胎，双胞胎出生之时并没有给全家人带来喜悦，反而因为不是生男孩，婆婆一直不待见儿媳。我生大女儿的时候，你猜第一个大孙女，你猜她进门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哎呦，生的是女孩，还可以生个男孩。然后就过了8、9年，我那时候我就患了那个不孕，怀个中水就怀了一对双胞胎。生小孩，我双胞胎本来就那个子宫就打那个收腹针，我又没带那个震动棒的，就哭嘛。你知道我家伙怎么说吗？哭什么哭？人都是生孩子，就瞅看那护士就会说恭喜你啊，2个孙女。然后我妹妹就抱一口，然后他妈就这样，他就反问那个护士，怎么是女儿不是儿子呢？那个护士跟他女儿不是人呐。他就要把小孩子丢到地上。在柳依依心中，婆婆观念陈旧，当初她费尽心血怀上双胞胎也没能得到婆婆的关爱，反而还怪她生不出男孩，平日里总是对她冷言冷语。性格要强的柳依依不愿隐忍，经常与婆婆发生口角冲突，而本应该护着她的丈夫却总站在母亲的立场来指责她，这让她彻底寒了心。日积月累之下，不仅婆媳间矛盾如同水火，夫妻之间的矛盾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，如今已经到了濒临破裂的地步。那么这段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吗？实际上，柳依依从未嫌弃丈夫条件比她差，反而是当初听了亲戚的话，找一个条件比自己差的人，最起码能对自己好。但是如今看来却恰恰相反。我姐当初想在派出所前天在派出所的时候，她跟派出所所长说的，她说我还是想把这个婚姻过下去，并且有3个孩子的，只要唯一的条件只要我老公不打我了。柳依依的妹妹说，实际上大姐还是想跟王贵过日子的，只是婆婆喜欢从中作梗，婆婆对姐姐一直有意见，甚至希望他们俩离婚，好让自己儿子再娶，生另一个儿子。但是柳依依因为3个孩子的缘故一直没同意离婚，这才让王家人越来越变本加厉。那么这段婚姻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如果离婚，3个女儿又该怎么办？随后双方议定最后一次好好沟通，双方冷静面对面交谈，这是15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。柳依依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全部吐露了出来。她说自从嫁到这个家来，她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这个家，丈夫和婆婆从未考虑过她的感受。王贵则表示，他承认妻子很好，但妻子想要的他给不了，两人的沟通总是说不到一块，就像鞋子再漂亮，不合脚也穿不了。既然双方都不想继续，那只能离婚。那么他们能否协商和平离婚呢？
家中的楼房是7层，当初是2层，两人结婚后拆了重建才变成如今的7层，但是因为资金问题，修建时便卖掉了中间3层，现在只剩1楼的2个车库和上面3层。柳依依提出她要1层房子和1个车库，大女儿由她抚养，2个双胞胎跟着丈夫，然而丈夫却不同意。王贵提出他们的婚前财产只有2层楼，就算分也只能分2层楼，跟车库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考虑到孩子，柳依依又提出另一个方案，3个女儿1人1层楼，王贵得2个车库，她则什么都不要，大女儿还是由她抚养，2个双胞胎还归丈夫，但有一个唯一的条件，就是王贵不能在女儿的房子里面再婚。听到此话，王贵立马反驳不同意。柳依依有些生气，转身就往外走。他表示如果这都还不行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，只能走法律途径。看到柳依依转身离开，王贵不想错过这次谈判的机会，立马跟着出去把妻子拦了下来。等到柳依依情绪稳定，他再次提出第3个方案，大女儿分1层楼，王贵分1层楼加2个车库，他跟2女儿分得1层楼，大女儿跟3女儿还是由王贵抚养。这次双方终于达成一致，他们预定第2天就去司法所签协议。然而到了司法所又迎来了一个大反转，双方在楼层分配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最终没能签订协议。两人表示等冷静后再做协商，如果协商无果，那就只能走法律途径。3个可爱的女儿，其中还有1对双胞胎，原本是个幸福的家庭，因为婆婆的重男轻女和丈夫的偏心，让本该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。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作为家庭成员，我们应该加强沟通，尊重彼此的感受和权利，才能维护家庭和谐，而不是把自己观念与欲望强加在别人身上。那么你对这段家庭矛盾又是怎么看呢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